如果你面前的空气就是你现在呼吸的，这个看似空无一物、理所当然的空间，其实是一颗容量无限的超级电池呢？哇，这个开场真的很大胆诶。对啊，因为在科学界，自由冷和冷融合这两个词，基本上就等同于学术自杀的笑话嘛，大家听到都会觉得是伪科学。但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全人类的物理学家一直以来都少算了一个庞大的宇宙银行账户呢？我们在这里必须立刻踩个刹车，怎么说？因为这趟深度探讨绝对不是要教你怎么在自家车库里随便拿几个磁铁就拼凑出一台永动机哦，也没有任何要推销什么神秘学或者是新纪元疗法的那个意思。对，这个要先讲清楚，免得大家误会我们在散布不实资讯。没错，我们今天要跟你进行的是一场极度严格的物理思想实验。我们要运用一套名为 PTQ， 也就是 PT 对称四元素时空的几何理论，来试着拆解这两扇被主流科学死死锁住的铁门。就是刚才提到的自由能跟冷融合。对，这不是要推翻现有科学啦，而是要探讨我们是不是遗漏了时空本身的某种几何属性。其实这正是这份研究资料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我们不是要打破能量守恒定律，而是我们试着重新定义守恒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这个观点很关键。我打个比方好了，假设我们的宇宙是一间审查极度严格的会计师事务所。100多年来，主流科学一直告诉我们，宇宙只有一个单一账户，叫做物质与热能账户。就像你银行里的活存账户一样。对，在这个账户里，能量绝对不可能无中生有嘛，1块钱就是1块钱。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 PTQ 框架指出，其实还存在着另一个隐藏的几何账户。这个会计事务所的比喻真的非常精准。你看哦，当有人声称在实验室里发现了异常的能量输出，比如所谓的自由能，也就是突然多出了一笔钱。没错，在那些只盯着物质账户看的主流科学家眼中，这理所当然是凭空捏造的假账啊，这是违反热力学的魔法嘛。因为他们没看到钱是从哪里转过来的。对，但是在 PTQ 理论的数学语法里面，这其实是一次完全合法的转账。它是从时空的几何账户里把能量汇入了我们看得见的物质账户。听起来逻辑蛮自洽的耶。但是在我们深入之前，我想代表正在收听的你，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质疑。好，你说。如果宇宙真的有这个所谓的隐藏账户，为什么过去这几十年来，那些声称发现自由能的人，或者是我想1989年那场轰动全球却无法重现的冷融合实验，最后都被证明是失败的？确实都被打脸了。对啊，主流物理学界的全面封杀，总不会只是因为他们思想僵化，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吧？当然不是。其实科学界的质疑从来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出于对宇宙底层规律的绝对敬畏。我们要理解 PTQ 理论的颠覆性之前，必须先看懂挡在前面的墙到底有多厚、多坚固。我们先把主流科学的反对理由讲清楚。对，我们来审视第一道墙，也就是挡在自由能前面的热力学铁律。也就是说，主流科学认为从真空中凭空抽出能量，在物理机制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其实，量子场论确实承认真空并不是死寂的哦，里面有东西吗？里面充满了所谓的量子涨落，还有不断生灭的虚离子，这是有实验证实的。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了一件事：什么事？你绝对不能在一个封闭的循环里面免费而且持续的抽出净输出功。这背后的物理现实就是没有位能差就没有做功的条件。这听起来有点抽象。我这样想对不对？这有点像你站在岸边，看着海面上那个波浪和不断翻滚的泡沫。海浪的泡沫，那些是波动嘛？代表那里确实有能量在起伏，但你总不能指望把电线插头直接插进海浪的泡沫里面，就把那边当成一座可以持续发电的发电厂吧？哇，这个画面非常生动。没错，你必须要有高低落差，比如你要盖水坝，水流下来才能推动涡轮嘛。必须要有那个落差才行。对啊，真空的量子涨落就像是那些海浪泡沫，它是宇宙的基态，也就是最低的能量状态。你无法从最低的状态里面再把能量给抽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能一直被热力学这道坚不可摧去的铁壁给挡死。了解，这墙确实很硬。那冷融合呢？如果是核子反应，总不是从真空抽能量了吧？冷融合面对的是第二道更硬的墙，叫做库伦氏垒。库伦氏垒，这听起来很像某种防御公式。其实概念上很像。你要发生核融合，比如让两个带正电的原子核，像是刀核靠近然后结合在一起，你必须先克服它们之间极端强大的静电排斥力。因为同性相斥嘛。没错。那恒星是怎么做到呢？恒星是靠着核心高达上亿度的高温，还有极端的巨大压力，硬生生的把它们给砸过去的。如果把它翻译成我们的日常经验，
这就像是你两手拿着同级的超级强力磁铁，你要逼着它们在室温下完美的贴合在一起，这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啊。就是硬碰硬嘛，根本推不动。所以主流科学的致命质问是：你凭什么认为这堵坚不可摧设的静电墙会在你那个室温常压的实验室桌面上突然变薄，然后让原子核融合？完全正确，在室温下，这种所谓的量子隧穿的几率低到几乎是趋近于零的，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数学几率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声称在桌面上用几个玻璃烧杯就做出核融合的人，都会立刻被科学界视为骗子。哇，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悬念。面对热力学跟库伦氏垒这两道铁壁，PTQ 理论难道要开着推土机硬转过去吗？当然不是，它不靠马力，它依赖的是时空本身的结构。这里我们就必须正式引入 PTQ 理论的核心了，也就是时空的扭率以及一个纯实数的几何正负，理论中称之为 epsilon 参数。等等，我们在这里必须停一下。怎么了？名词太多了吗？对，时空扭率还有这个 epsilon 正负，拼起来太像研究所论文里的数学符号了啦，我们一般人听不懂。好，我们讲白一点。在我们一般的认知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质量会让时空弯曲，就像一颗保龄球放在弹簧床上那样，对吧？对，那是标准模型处理的曲率。那你现在说的扭率是什么？难道时空还可以像扭毛巾一样被拧来拧去吗？哎，你这个弹簧床与毛巾的对比非常精确耶。真的可以像毛巾一样扭吗？正负又是什么？那个 epsilon 正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触发这种局部扭转的几何音差。几何音差，所以我们不是拿铁锤去把保险箱的门给砸烂，而是用特定的频率去震动它吗？没错，但这还是没有回答最核心的问题啊！时空的扭曲，不管是像毛巾还是像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变成我们看得见的热能或电能的？这中间的转换机制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回到量子场论，真空的气态能量其实是由空间的几何对称性决定的。如果你用这把几何音差，也就是透过特定的电磁或者是机械驱动，在局部空间引发了持续的扭率变化，你其实是人为的打破了那个区域的对称性。打破对称性会怎样？这会导致局部的真空基态发生偏移。我试着理解一下哦，这等于是你强行改变了那个区域的物理规则底线。真空为了要回到本来的平衡，就必须把多出来的能量给吐出来。哇，你这个直观的理解非常到位，就是这样。系统被迫释放能量以寻求新的平衡，所以你看到了能量以热或者是光子的形式流出来。听起来很像无本生意耶。但这笔账并没有违反守恒定律哦，因为它的代价是你消耗了你平常看不见的时空局部的扭率。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从几何账户转账到物质账户。这听起来很像是在钻热力学的漏洞诶，但如果我们一直消耗时空的扭率，这难道不会引发某种时空结构的崩塌吗？宇宙的会计师真的允许我们这样无限透支几何账户的钱吗？理论上来说，时空的几何账户庞大到我们难以想象了。这种局部的微小扭转，对整体宇宙结构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的，像从太平洋里舀一杯水那样。差不多。但你的质疑很关键，这依然是一条耗散通道，只是参与耗散的实体从物质变成了几何而已。好，那这把几何音差要怎么对付冷复合那堵推不动的静电场？总不能也是让真空吐能量，然后把原子核硬推在一起吧？机制不太一样。在冷融合的情境下，如果这一把几何音差的微小扰动能够跟实验晶格里面的原子节拍，产生高频的动态共振的话，那堵静电墙其实并没有被永久消除哦。墙还在那里。对，但是在共振的特定相位瞬间，那个室垒会动态的变薄，就像是墙壁跟着节拍在呼吸，然后当它变薄的那一刹那，量子隧穿的几率就会以非线性的方式急剧放大。准确来说是极端放大。本来需要上亿度高温才能克服的几率障碍，在几何共振的辅助下，居然在室温的晶格内部短暂地敞开了大门。哇，这套机制在逻辑上真的非常优雅，但是什么？但是这就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危机啊！如果只要一支音差产生共振就能解决能源问题，那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到的1989年冷融合实验，那个著名的胖斯和弗莱施曼实验。对啊，为什么后来全球上百个顶尖实验室，大家都试图去重现，却几乎全都失败了？如果 PTQ 理论是对的，科学家怎么会找不对那个频率？这正是 PTQ 理论最能展现它科学价值的地方。它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实验极难重现。怎么说？难不成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是因为时空解合的激发绝对不是你随便转动收音机旋钮就能对上的频道，它存在一个极度狭窄的共鸣窗。共鸣窗什么意思？是条件严格到人类目前的技术很难稳定控制吗？没错，
效应只会在极窄的特定频率还有能量阈值附近出现极度锐利的峰值。只要你的输入频率偏离了这个窗口一点点，一点点是指多少？哪怕只是小数点后几位的误差，整个几何转账效应就会直接归零。哇，这么严苛！还不仅如此哦，它还对晶格的几何形状与材料有极强的依赖性。就算你的输入功率完全对齐了，只要合金比例差了一点点，或者奈米结构的几何形状不对，那个扭力通道就无法被激发。换个角度想，这就完全解释了过去几十年那些科学家的困境耶，对吧？他们就像是盲人摸象，某个研究团队可能在一次实验中运气很好，偶然蒙对了那个极窄的频率，又刚好凑对了某种材料组合，于是就看到了异常的能量发热。对，他们看到了现象。但因为他们不知道背后其实是几何共鸣在运作，下一次做实验的时候，条件稍微偏掉了一点点，就再也做不出同样的结果了。历史上的实验不可重复性，其实就是因为研究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对齐的是一把几何音叉，而不是单纯的在那边调整化学浓度或者是电流大小。但身为一个要保持怀疑的听众，我必须在这里用力推翻一下这个说法。欢迎挑战。你看哦，严格的频率限制，严苛的材料要求，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那些失败的科学家为了替自己辩护而发明出来的一套完美借口嘛。听起来像是在推卸责任，对吧？对啊，你做不出我的实验结果，那是因为你用的合金比例不对啦，或者你的频率差了0.0001 Hz，这种说法太好用了吧？PTQ 理论有没有提出什么实打实的检验标准来证明这不是在搬动龙门？你问到重点了，这是科学审查中最致命的防线，也是 PTQ 理论与伪科学的分水岭。PTQ 要求异常严格的科学审期门槛。怎么个严格法？如果这个效应是真的，它就必须留下无可辩驳的物理指纹。你不能只用一句“我们测量到微热”来含糊带过。具体来说，我们要查什么样的账？如果是自由能实验，你必须交出完全封闭环境下的量热分析，也就是说，你必须把边界的能量进出交代得清清楚楚，彻底排除任何外部热源的干扰。不能有任何作弊的空间。那冷融合呢？如果是冷融合，你必须交出明确的核反应指纹，因为只要是核融合，就必然会产生特定的产物，比如氦或者是特定能量的中子通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实验室宣称他们发生了冷融合，结果却找不到氦这种核废料，那就彻底排除了核反应的可能，它顶多就只是一场奇怪的纯化学反应而已。完全正确，没有这些实打实的证据，这个所谓的几何猜想就该被无情的淘汰。这绝对不是在为失败找借口，而是把标准拉得更高。没错，它是在用更严苛的数学几何语法，把一个原本模糊的边缘传说，逼近一个可以被精确检验、可以被证伪的物理擂台上面。哇，今天的探讨真的提供了一个非常震撼的升维视角，是不是觉得脑洞大开？真的，我们看到了主流科学捍卫热力学和能量守恒的绝对必要性，因为没有这层防护，科学就会沦为巫术嘛。但同时 ，PTQ 理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或许可以把守恒这个概念扩展到物质加上几何这样一个更宏大的闭合系统里面。如果这个思想实验未来真的在实验室中被这些严格的预言给证实了，那它改变的将不仅仅是一条物理定律哦，还会改变什么？我们这个物种可能只是第一次学会了如何从时空几何这个我们从未想过的无尽账户中提取存款。人类的能源范式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移。从哪里转移到哪里？从过去几百年来我们那种粗暴的挖掘物质，像是挖煤炭、抽石油优雅的转向聆听几何。从挖掘物质转向聆听几何，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实在太深远了，是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但是在我们结束今天这趟旅程之前，我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一个更疯狂的想法去咀嚼。还有更疯狂的。你看今天我们谈的都还是局限在实验室里面嘛，我们试着去聆听时空的脉动，小心翼翼地对齐频率来获取能量。但是你想过吗？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工程技术强大到不仅仅是能聆听，甚至还能主动指挥，主动去大幅度的扭曲局部的时空几何呢？那会发生什么事？哇！如果你真的能做到人为扭曲局域的时空几何，那么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所谓惯性，甚至重力，对你来说就不再是不可跨越的物理限制了。因为惯性本身就是时空赋予物质的属性嘛。没错。大家想象一下不需要传统的化学推进器，不会产生居力的压迫，就能做到非惯性机动的飞行器。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听起来非常像某种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不明飞行物。没错，这就是我们下一趟深度探讨的重点了。扭曲时空的航行 ，UFO 与非惯性机动的集合狂想。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如果时空真的是一颗无处不在的电池，而且它还附带了反重力的开关，你准备好插上插头了吗？我们下次见。